作为一个男人，一定要先立业再成家，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女孩会愿意陪你一起吃苦，陪你一起共患难。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已经不小了，别总是吊儿郎当，一事无成。现在要做的就是搞好事业，因为任性贪玩的年纪已经过了。嗨，大家好，我是青年鸡哥，一个养鸡失败的农村创业小伙。本期视频呢，时间稍微有点长。如果你也是一个正在农村努力去奋斗，也想在农村有一番作为的朋友们，请耐心看完这期视频。这些母鸡刚下的鸡蛋啊，营养特别的丰富，姐等一下呢就给它带回去。来说一说，做自媒体近1年以来呢，努力的给大家拍摄了近400期的视频。我们是从小鸡的第一天，甚至到青年鸡、成年鸡，到出售鸡系列的视频呢，都有过一期一期的给大家来展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呢也有把自己总结多年的中草药养鸡的这些办法以及一些小技巧呢，也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分享给朋友们，也很荣幸的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一些新手养鸡的朋友们在不了解养鸡的知识，通过我们的视频呢，能够帮助到他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呢，能够少走弯路。对于这1年以来拍摄视频的这些呢，我只想说，其实呢，我很骄傲，并且我也很欣慰。在农村创业的这几年呢，也有非常宝贵的经验，很珍惜那时候每天可以开宝马去喂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夜心情来给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养鸡的知识也好，或者是自己的生活也好。又到了现在负债的时候呢，觉得我可能最近视频更新的比较少啊，其实也与心情有很大的关系。在整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养鸡啊，我们失败不会说是因为养殖的技术问题而导致的失败，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呢就已经猜到了。那么总的来说，养鸡这个过程呢，其实第一大风险呢还是销售环节的问题，因为在这个环节出现的问题，导致有现在这么一个处境。所以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说，不管是在任何时候选择做养殖呢，也要非常的谨慎。所以很多时候呢，我都和朋友们来讲到，你们首先一定要考虑好销售问题，再来决定要不要去做养殖。这个时候呢，也有很多的网友会提问说，鸡哥以后如果不养鸡，或者是说养的比较少的，还会不会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些你的养鸡的经验呢？这个问题当然还是会答应大家，一定会再继续为大家来分享这一块的知识。那么可能就是说拍摄的方式呢，会有一些相对来说的改变，就这样子。也有朋友肯定会比较的好奇，为什么不到大城市去发展，而一直要选择留在农村呢？我个人有以下2点的理由。第一个呢，因为我自己热爱农村这一块的事业，也有信心在这个地方呢，能够让自己成为一颗会发光的金子吧。那么第二一个理由呢，就是因为现在呢有一个非常健全的家庭，父母在，儿子不远行。其实呢，我也有说像很多网友啊、老板约我到更大的城市去发展，可以说是和他们来合作的话，1年在大城市整个20到30个 W 的话，是基本没多大问题。
接着我会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一直选择在农村到底我们有哪些机会自己又设定了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呢？我们接着来给大家说一下我的想法。说起接下来对自己的规划，以及我们在农村到底有哪些机会呢？我个人的看法是，随着新农村、新农人的这个时代的到来，那么其实在农村这一块的话，我们从农副产品、农业补贴等等，都有很多大把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捞到一定的金子，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就是说人呢只要不怕累、不要懒的这些这么一个非常上进的一些积极的心态呢，其实我感觉还是能够说挣到你应该在农村分到的那一杯羹吧。那么我也来说一下我自己在未来的一些规划。那么我这边呢，就是说3年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挣到100万的一个目标。那么其实这一个呢，也是像我刚才有讲到的农副产品农业补贴，反正就是在农村通过这些在农村的项目挣到这一点钱，是我给自己近3年定下的一个小目标吧。有一句话都这样说，人无横财不富，除非贵人相助。可以这样说，虽然我们现在手里呢没有具备很大的资金条件，但是说人脉资源这一块呢还是有一部分的。那么也相信就是说在未来的这些时间里面呢，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好别人给到的一些帮助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我还是相信有贵人相助呢，能够让自己成功来得更快一点点吧。好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一起加油。如果你也是前往成功路上的行者，帮忙点个赞，给个关注，我们一起前行。未来可期，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